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有时候会看人不顺眼？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无法接纳真正的自己呢？大家好，欢迎收看好我的说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和阴影做朋友：接纳自己不可爱的那一面》。邀请你乘坐知识列车，一同来发现答案。什么是阴影？阴影是什么？它是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吗？原来阴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为了要让自己得人疼、得人爱，不想被主要养育者抛弃或拒绝，而将其压抑到潜意识里，并特别把自己不可爱的那一面隐藏起来，秘密的在自己的内心最深处打造一个不为人知的坚固堡垒。不知哪一天它会因为里面的压力锅无法再承受任何压力而突然炸开来，祸及他人。这股受压抑却仍非常活跃的心理能量，就是我们所说的阴影。而在荣格的阴影理论里，他认为阴影是负面的人格，也是我们未充分发展的功能和个人潜意识的内容。所以阴影除了是潜意识的一部分，它也是我们从小到大中所学习到的对与错的认知。而阴影又有黑与白的区分，它会让我们在同个事情却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小明从小到大都被教导杀人是不对的，因此当他某一天突然看到仇人并产生杀机时，他反而会感到惊讶且羞愧，而这时他内心住着的是黑色的阴影。当他回到家打开电视机，看到新闻说嫌疑犯因个人因素而残害生命时，他就会无形间将自己的阴影投射到那个人的身上，痛骂他，并开始仇恨他。相反的，小安从小因环境关系而被教导杀人是对的，那么当他看到仇人时，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而毫不犹豫地将仇人除去。只是他内心住的是白色的阴影，与大众认知是相背违的。他有他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和法律观念，对于行善事、好怜悯的事情，他反而觉得是错的，也绝对不会去做。这同时也可以说明为何耶稣在安息日医治驼背的妇人时，他会被教堂管事者喝止，并责备他不应该在安息日做工，因管事者害怕这样的行为会引来恶狱，遭受惩罚。而他和其他怒骂耶稣的人都接受安息日禁止做工的戒律，以至于在安息日时，即使在路上看到路倒者，他们也不会去拯救那个人，任他自生自灭。而耶稣的作为让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比的冒犯，以至于在比拉多提审耶稣时，他们便决定要让耶稣上十字架，让他为他所做的作为付上代价。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接纳且认识真正的自己呢？那就是承认阴影的存在，并与它为友。这样我们能让被埋没在潜意识且尚未开发的无限潜能展露出来。除了让自己的生命带来旺盛的活力及创造力外，我们也不再对自己不可爱的那面感到自卑，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自信心和自尊，进而可以爱人如己，实现自我价值，建立和乐融融的家庭及社会。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就是和阴影做朋友，接纳自己不可爱的那一面的书中精华。若想要知道更多书中内容，欢迎到图书馆借阅或书店选购。最后，谢谢你的收看，愿神的同在下，让你每天都过得健康、平安和喜乐的生活。好好说书，
我们下次见。